嗨，大家好，又係我 Patrick 喎，同大家講金同埋銀。我估計股災喺今年上半年發生，好明顯係冇發生嘅。今集我會利用 AI 同埋市場專家嘅分析，究竟股災幾時會發生？出乎我意料之外喎，AI 嘅分析呢都相當合理。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發布2025年第一季實際國內生產總值 GDP 按季下跌 0.5%， 2024年第四季實質 GDP 增長為 2.4%。 該機構4月發布首份嘅第一季 GDP 報告，估計 GDP 季減 0.3%， 咁樣市場呢就憧憬減息啦。呢個星期市場聽取咗幾位聯儲局重要官員嘅演講喎。芝加哥聯邦儲備銀行古爾斯比、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戴利同埋里士滿聯儲銀行嘅巴金三位官員呢，均表示支持鮑威爾對貨幣政策調整嘅觀望態度。而特朗普任命嘅兩位聯儲局理事克里斯多福同埋米歇爾呢，已經表示願意喺7月降息。諮商局 FedWatch 顯示，今年降息3次嘅可能性呢，升至 60%。但7月維持利率不變嘅機率為 81.4%。 美國個人消費支出 PCE 數據好壞參半，金價喺禮拜四仍進一步下跌啦，跌至4個禮拜嘅新低，為每盎司3255美元。近期以色列同埋伊朗嘅衝突呢緩和，加劇投資者呢撤離呢個避險嘅勢頭。直至6月28號各項指數嘅印記，美匯指數報 97.27，道指報 43,819 點，標指報 6,173 點，納指報 20,273 點，黃金報 3,277 美元，白銀報 36.16 美元。呢個禮拜美匯指數 DXY 咧經歷咗前所未有嘅疲弱，創下2022年2月以嚟咧最低嘅估值。美匯指數禮拜四一度低見97，以衝突期間咧美國軍事介入，亦未能提振美元避險嘅需求。如今衝突告一段落，美元即掉頭加速向下，反映短期嘅地緣政治風險咧未有改變美元長期睇淡嘅趨勢。事實上，全球去美元化已經唔係一個偽命題啦，而係一個全球都在推動嘅大趨勢。對全球投資者而言呢，係一個重大嘅警號，就係呢，要及早設法調整投資嘅組合，規避美元貶值嘅風險。一場圍繞美元貶值嘅全球資金重估潮已經開始，黃金對美元疲弱嘅溫和反應呢，揭示咗超越負相關假設市場嘅動態。儘管美元大幅貶值，但截至星期五美國收市，美匯指數跌至 97.27， 金價似乎輕微下跌，報 3,277 美元。呢個表明如果冇美元嘅疲弱黃金價格將大幅下跌嘅。但白銀表現優異，截至星期五白銀報 36.15 美元，期貨市場上漲 1.26% 至 36.56 美元，展示出黃金同白銀相關嘅模式顯著獨立性。先睇下過三分析經濟衰退、滯脹、股災喺2025年會發生嘅原因同埋機率。第一，總體嘅展望。2025年全球經濟面臨不確定性，經濟衰退、滯脹同埋股災嘅風險均因貨幣政策、地緣政治及供應鏈問題而上升。美國經濟可能進入溫和衰退或小型嘅滯脹，但聯儲局降息可能緩解部分嘅壓力。第二就投資嘅策略喺呢個經濟衰退分散投資組合，增加現金及防禦型嘅資產，如呢個國債同埋黃金嘅配置，降低風險嘅敞口。喺滯脹環境下投資抗通脹嘅資產，如大宗嘅商品、能源股及穩定收益嘅資產，如高息嘅股票。
喺股災嘅情況咧，設定呢個止損點，關注聯儲局嘅政策動向，避免過度槓桿嘅操作。佢嘅結論就係經濟衰退咧，美國嘅機會率咧就20至30%，全球機率咧就30至40%。主要嘅風險咧係來自聯儲局政策嘅失誤、貿易戰同埋中國經濟疲弱。滯脹美國機率係40至50%，全球機率係35至45%。通脹壓力同埋經濟增長放緩並存，需警惕能源價格同埋供應鏈嘅問題。跟住到股災啦，美國嘅機率係20至30%，全球機率係25至35%。主要係由於高嘅估值、流動性嘅危機及地緣政治風險係主要觸發嘅因素。咁由於2025年經濟環境充滿不確定性，投資者應保持靈活性，根據最新嘅經濟數據同埋政治動向調整策略。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呢，請你訂閱，按下個鐘仔同埋點讚，呢個代表你俾我嘅支持。歡迎大家留言，請睇廣告並分享呢集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跟住就睇下 DeepSeek 分析經濟衰退、滯脹、股災喺呢個2025年會發生嘅原因同埋機率。佢係咁講嘅：2025年全球經濟面臨衰退嘅風險、滯脹威脅同埋股災衝擊咧，並非孤立嘅現象，而係咧彼此咁強化嘅、相互交織嘅系統性危機。呢三種經濟病態之間咧，係存在複雜嘅因果鏈條同埋反饋嘅機制。理解佢哋嘅互動關係，對於準確評估整體風險至關重要。當貿易政策衝擊、金融市場動盪同實際經濟放緩同時發生時咧，其綜合嘅影響咧，往往大於各部分之和，可能導致危機加速升級並蔓延至全球每一個角落。跟住咧，佢就解釋因果關係嘅網絡，構成三大危機互動基本嘅框架。第一，從貿易戰到股災，特朗普政府實施嘅全面關稅政策係直接打擊企業盈利嘅預期，引發股市重估。美國對中國商品徵收高達145%嘅關稅，以及對其他貿易夥伴10至49% 嘅不等關稅，導致跨國企業鏈咧面臨嚴重嘅斷裂風險。股市作為經濟嘅晴雨表，率先反映呢種嘅預期惡化。道瓊斯指數2日內咧暴跌4000點，係市場對未來企業盈利前景急速悲觀化嘅表現。第二，從股災到經濟衰退，股市暴跌通過多重渠道傳導至實體嘅經濟。一方面，財富嘅效應導致消費者因資產縮減而減少支出；另一方面，企業融資條件惡化，股價下跌，導致抵押品價格降低，抑制投資嘅活動。富途證券分析指出，股災引發贖回潮，可能導致金融機構進一步收縮信貸，形成惡性循環。IMF 警告，呢種金融環境嘅收緊咧，好可能咧主導短期嘅前景，對經濟活動造成拖累。第三就係從衰退預期到滯脹嘅風險啦。當經濟增長放緩同呢個通縮壓力並存時咧，政策制定者咧會面臨兩難嘅抉擇：緊縮貨幣以控制通脹，可能加劇衰退；而刺激經濟咧，又可能推高通脹。彼得森研究所所長指出，當前美國經濟嘅滯脹風險比單純衰退更令人擔心，因為佢咧限制咗傳統政策工具嘅應用空間。跟住睇下上邊個圖啊，佢話貿易戰咧會引致呢個股災嘅，傳導嘅渠道就係企業盈利預期惡化、價值鏈咧斷裂嘅風險，潛在嘅影響就係股市重估、風險日價上升。數據支持就係道指2日跌4000點，跟住就係股災引致呢個衰退，傳導嘅渠道就係財富效應、融資條件收緊。潛在影響就係消費同埋呢個投資下降。數據支持就係標普500跌入熊市，跟住衰退咧係會引致滯脹嘅。傳導嘅渠道就係政策嘅困境，供給咧則收縮。潛在嘅影響就係
增長放緩同埋通脹並存。數據支持就係美國 GDP 0.1% 對 PCE 4%，跟住滯脹咧就會帶嚟股災嘅。傳導嘅渠道就係估值壓縮，實際利率上升，潛在嘅影響就係資產價格進一步調整。數據嘅支持就係 VIX 飆升至 45.31， 跟住咧就分析危機疊加嘅情景。第一就最理想嘅情況啦，機會率為20至30%，就係各國協調政策回應，貿易緊張緩解，通脹預期保持穩定，全球經濟經歷增長放緩，但避免衰退，股市逐步回穩。跟住咧就一般嘅情況，機會率為40至50%，就係局部危機發生，但未全面爆發。例如美國經濟經歷輕度衰退，但咧未陷入呢個滯脹。股災後咧，市場進入長期嘅盤整。第三就惡劣嘅情況啦，機會率咧為20至30%，就係三重嘅危機互相強化。貿易戰導致全球衰退，通脹失控演變為滯脹，股市持續暴跌，引發金融系統性嘅風險。咁樣面對呢種複雜危機互動嘅網絡，傳統嘅宏觀經濟管理工具咧顯得力不從心。IMF 呼籲恢復貿易政策穩定並建立互惠互利嘅安排，強調全球經濟需要一個清晰可預見嘅貿易體系。世界銀行則建議發展中經濟體尋求與其他經濟體建立戰略貿易同埋投資夥伴嘅關係，推進貿易多元化。然而喺當前政治環境下咧，國際政策協調面臨巨大嘅障礙，各國更傾向於採取單邊嘅行動。呢個反過嚟咧，就加劇咗全球經濟系統嘅脆弱性啦。聽完 AI 分析之後咧，就到人講嘅話啦。頂級經濟學家發出4個大膽嘅預測。阿波羅全球管理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斯洛克喺禮拜一6月23號發佈嘅白皮書中指出，美國正處於停滯性通脹嘅關鍵轉折點，呢種經濟增長放緩，但通脹咧高居不下嘅兩難情景。呢個比典型嘅經濟衰退咧更難解決。特朗普嘅關稅政策係引發停滯性通脹風險嘅主因。佢解釋，關稅調升通常會帶來停滯性通脹嘅衝擊，一方面增加經濟放緩嘅機率，另一方面咧推升物價。華爾街今年對美國經濟增長預測已經下修，通脹預測卻調高。呢個正係滯脹典型嘅特徵。斯洛克對當前環境下嘅美國經濟提出4項嘅預測。第一， GDP 將從去年嘅高點腰斬。斯洛克估計2025年 GDP 增長可能放緩約 1.2%， 相較2024年第三季 GDP 增長 3.1% 高點經濟增長將被削減超過一半。第二，2025年通脹將維持高於平均嘅水平。根據阿波羅預測，通脹到年底可能徘徊喺3% 左右。第三，失業率將持續上升至2026年。美國失業率將在未來至少18個月持續攀升。阿波羅估計失業率可能從目前嘅 4.2% 上升至2025年嘅 4.4%， 並在2026年升至 5% 或更高。第四，經濟最快喺今年夏季就可能面臨衰退。阿波羅估計未來12個月發生衰退嘅機率為 25%。斯洛克表示，喺特朗普關稅政策前公司今年完全冇預計衰退。斯洛克表示，佢今年曾提出自願貿易重整衰退一詞，指嘅係關稅將導致美國港口同埋卡車運輸需求放緩，造成貨架空置，企業嘅銷售下滑。佢認為呢種風險依然存在，因為特朗普解放日關稅嘅影響仍喺貿易嘅管道中發酵緊。跟住高盛預測2025年美元恐加速貶值。
高盛集團全球回購交易主管 Richard 表示，隨住外國投資者加強外匯對沖嘅力度，美元可能將延續有史以嚟最糟糕年度開局嘅表現。對沖風暴來襲，美元恐加速咁下跌啦。彭博美元指數今年已經下跌咗多過8%，創歷來最糟糕年度嘅開局。原因係特朗普嘅善變政策擾亂咗全球嘅市場，動搖投資者嘅信心。外國持有美國嘅資產，包括股票、國債同埋公司嘅債券，喺過去10年已經翻倍至31兆美元。似乎外國人正在拋售呢啲美國嘅資產。跟住摩根大通預測2025年滯脹同埋衰退嘅風險。隨着全球經濟格局嘅不斷變化，美國經濟正面臨前所未有嘅挑戰。摩根大通喺禮拜三6月25號最新發佈嘅年度展望報告中，揭示咗2025年美國經濟潛在風險同埋機會。報告指出，受貿易政策尤其是關稅上調嘅影響，美國經濟可能陷入滯脹式放緩，衰退風險高達40%。同時美元前景暗淡，聯儲局降息節奏或將放緩。前邊嘅 AI 分析，金融市場嘅動盪同實體經濟放緩同時發生時其綜合嘅影響往往大於各部分之和，可能導致危機加速升級，出現危機疊加嘅情況，並蔓延至全球每一個角落。綜合 AI 同埋專家嘅分析，2025下半年美元繼續貶值嘅，滯脹風險為40%至50%，而滯脹會引致股災，股災又會引致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又會引致股災。以上危機疊加情況之下我相信股災將喺2025年下半年發生㗎啦。當股災發生初期我預計黃金白銀將跟隨股市先下跌，但黃金白銀下跌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白銀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上4000美元，白銀亦會升上100美元嘅。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喺每一個視頻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